这姑娘家的，贪生怕死也是人之常情，难怪会主和了。女人就是女人，生性柔弱。这官场战场本就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。那穆卓华今日，怕是不敢来了吧？以他的诗才，来了怕也是颜面扫地。以一女子的身份混迹于男子之中，实在是不伦不类，有失女子贞洁呀。就是，真是晦气。你又不娶她，晦气什么劲儿啊？今早出门便闻喜鹊啼叫，我就知道会有好事发生。果然，这远远的就听到有人在不断提我的名字。在下穆卓华，见过各位同科。穆公使，沈兄，恭喜沈兄荣登榜首。文征楼内有幸领略沈兄的冠绝风姿，当真是雄才伟略，笑看非语。不与庸碌同流，着实令人佩服。穆公使，谬赞了。无知妇人，说谁庸碌？他不过是侥幸登榜，竟也敢在我等面前大放厥词。你瞧他会说吗？这位同科，在下不过是夸赞沈兄罢了，何来厥词？这妇人二字，在下领受了，可对这无知二字，却是大为不解。在下寒窗苦读，凭着真才实学参加会试，经过诸位考官大人的评选后，得中信榜，怎么也和这无知沾不上边吧？哦，这般说来，在下的确并非文武双全之辈啊。你说得好。参见周家公主。免礼。本宫不才，忝为今日簪花诗会的主办人，全仗各位赏脸。公主德才兼备，实乃天下女子楷模。你们与本宫相熟吗？你们只不过听说了本宫的一些事情，便断定本宫德才兼备。对于穆姑娘，你们也只是听说她是个女子，又无背景，便断定她无才无德。公主恕罪。尔等学识，比之诸位考官，如何？吾等不如。自知不如，又何必质疑考官的评判？论才，本宫不及诸位，未免遭人当面腹诽，背后议论，这主办人不做也罢。你们全当本宫是来赏花的，其余请自便吧。公主殿下息怒，今日之事，错在下。不错，你身为会员，众人以你为首，你若持身公正，以身作则，他们就不会言行失当，肆意诋毁一个姑娘。公主教训的是，
我等读万卷书，终究不及公主行万里路。读圣贤书，却不解圣贤意。幸得公主教诲，当如当头棒喝，醍醐灌顶。方才穆卓华所言不错，尔等轻慢他，不只是质疑他的才华，更是质疑考官的清白，朝廷的公正。这簪花诗会世人瞩目，你们真以为今日只有本宫在此？若此事传出去，尔等的功名、前程还要不要？哎，晨儿，别忘了，我们此次是来旁听的。皇姐如此偏颇的女贡士，我反正看不下去了。朝廷并不是容不下质疑之声，况且穆卓华的名次本来就有待商榷。太好了，大殿下与定王殿下是帮我等说话的。大殿下哪里是帮我等，分明是不忿公主指摘沈惊鸿。参见大皇子殿下。既然已经公布了名次，又怎能说有待商榷呢？他的策论利益太差，满纸荒唐。见过皇叔。参见定王殿下。这就是小人的答案。这不是文征楼内皇叔看上的那条小鱼吗？皇叔对他好像特别上心。哦，不过是判卷时几位考官有些分歧罢了，对吧，皇叔？你说你的，莫拖我下水。今日是簪花诗会，诸位吟诗作诗，莫要因我二人打扰了诸位的雅兴。若不是皇姐偏颇，我也不会出来。是谁有失偏颇？有些人没见过文章，就对一个人的性别、身世、品头论足。难道殿下认为这便是公正吗？这些人偏颇，沈惊鸿也没出言妄断，皇姐为何如此苛责于他？他为榜首，便为表率；不能为表率，便不配为榜首。既然身居高位，我对他要求自然也会多一些。皇姐就会强词夺理。皇叔，您认为如何？人心本就是偏的，若要抛开一个人的外表和身份去看待别人，确实不容易。皇叔言之有理。以往的簪花诗会，都是以花为题，各自作诗，众人品评。如此一来，便会有人趋炎附势，这对评判也少了些公正。今日诗会倒不如效仿会试，众人匿名写下诗句，由一人念诗，众人品评，如何？这主办人是你还是我？啊，自然是皇姐。那你定这新规矩，只是为了看热闹？我与皇叔既然一起来了，那自然也会一起参加。只是不知道皇姐准备了怎样的彩头。随你们吧。本宫举办簪花诗会，自然准备了好彩头。诸位先落座吧。
王爷。树大招风，低调行事。谨记王爷教诲。怎么了，皇叔？你瞧着，我定要向你证明，我桥中的人，定要比那女子重用。拭目以待。王爷这等容貌，当初将他认成小秦宫小怪，也不全是我的错。今日诗会以牡丹为题，彩头就是这盆青龙卧墨池。至于另一个彩头，是这孤本《苍灵志》。苍灵志，苍灵先生临终遗作，此事唯有一本，竟然是今日的彩头。若眼前摆的是苍灵志，那我便是鸟卫十王爷之了。来，王爷，对不起了，我不能低调了。穆公使，王爷说吃饱了好写诗。谢谢。分明像只乞食的松鼠。王爷与大殿下真是吃饱了撑的，他们一来，诗会的气氛都变得跟官场似的，这不捣乱吗？时间到。拼尽全力才凑了这4句，真的好想要苍灵志，得想想办法。谢谢。惊鸿兄今日定还能躲脱魁首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虚心万事能成，自满十室九空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你今日写的还是边塞诗？殿试开始，众考生入场。
经典考题无为而治。无为而治，这考题考的有一半是才华，另一半却是揣摩上意的本事。陛下登基24年，多施仁政，休养生息。如此看来，很多人会压在无为之上。无为，无为，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有为。还剩半张纸，2颗珠，能写什么呢？时运不济啊，看来是最后一名了。估计是看到了父皇，心里慌了，这才打翻在砚台。父皇仁慈，应该不会追究他的过失。不是的。砚台是莫名其妙自己翻倒的，我分明没有碰到。是谁要害我？我又得罪了谁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在读书呢，穆小七可真是个书呆子。喂，等等我，这东西是我的。怎么了？还在为白天的事情不高兴啊？不用去管他们说什么啊。可是阿娘，他们说我是书呆子。他们懂什么呀？孩子，你要记住了。女人也要多读书，也要有自己的追求。就算被锁在这闺阁里，也不能做一只任人摆布的金丝雀。你一定要记住阿娘说的话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。记住了吗，孩子？看书吧。姐妹们都去抢那些珠宝首饰，抢烟粉绸缎。我都不要，我只要数不清的书，想要片刻的安静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再给我一盏不会熄灭的灯，让我可以在夜里看书写字。我还有半张纸呢。以前那么难，我都没想过放弃，更何况现在是走到了这里。他怎么还继续写？直接放弃得了。就半张纸了，也写不了几句话。困兽之斗罢了。殿前失仪，满场考生中的独一份。沈公子好，如此品格，考中会试第17名，当真是侥幸。说的是啊，他这17名掉了下来，那咱们的名次不就能上升了吗？如此看来，倒也是幸事一桩啊。对对，之后有再继续作答吗？不用担心，虽然发生了点意外，但若是用心答题，我想陛下也不会怪责。我觉得自己答得挺好的。
面对这意外之祸，还能保持如此心境，不愧是你。接下来进入第2轮会试，众考生殿外等候，与陛下殿前对答。宣沈金鸿觐见。穆卓华觐见。学生穆卓华见过陛下。平身。不错，你年纪轻轻，心性极稳，朕还以为你会当场哭出来。未到山穷水尽之时，不可轻言放弃；便到走投无路之际，也应笑对生死。哦，这便是你答卷上的“尽人事，以听天命”。陛下明鉴。寥寥数字，说尽了人道，也说破了天道。不错，你年纪不大，却又如此境界，着实不易。谢陛下夸赞。但你今日殿试犯了大错，污了试卷。虽然临危不乱，还交了4句，但恐难以服众，所以朕就再给你个机会，你用无为而治来注解养鞭策给朕听。是，陛下。无为而无不为，顺治则天下大治。解边关之忧，因势利导，民心所向，则事无有不成；藏利于民，则披万幸，则民无有不忠；广开教化，人心思一，则国无有不宁；臣无有不义，民无有不忠，四海皆可归一。以上便是学生所想。善。那你的意思是不打仗便能四海归一？打还是要打的，教化大兴，国富民强，这才好打胜仗。教化他们是为了不打仗，打仗是为了让他们坐下来好好听话。你呀，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去。他这一关过得倒着实漂亮。陛下，是否召下一位考生殿前对答？不必了，朕心里有数。眼帝，陛下，你意下如何？恭喜陛下得见诸多难臣。昭明24年殿试，1甲第1名沈惊鸿，次进士及第。
衣甲第2名孙云谦，赐进士及第。衣甲第3名穆卓华，赐进士及第。穆卓华，还不赶紧谢恩！探花，我居然是探花！陛下，赐宴宣政殿，恭喜诸位新科进士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诸位都是南陈的未来公主，日后便当时时以国为先，事事以民为本。尔等谨遵陛下教导。诸位，朕敬大家一杯。父皇，太医说过不让您喝酒，这酒便让儿臣代您喝吧。也好。谢陛下隆恩，恭祝陛下长乐未央，祝南陈和亲海晏。沈爱卿，陛下，沈爱卿还未成家吧？朕的公主柔嘉钟灵毓秀，济弱扶倾，只是为了替已故的未婚夫婿薛孝堂守节，这才耽误至今。状元郎，你看，他可配得上你啊？父皇，且不说状元郎小我几岁，他早已放言，不成一品，断不娶妻。他既志存高远，又怎会甘愿当一个无权的驸马呢？沈惊鸿，不成一品，断不娶妻。如今在公主面前，你还是这般想？